大家好，欢迎观看居家101，我是阿杜。今天的视频我们将会讲解如何使用特斯拉 Model 3的行车记录器以及哨兵模式，并让各位看看这些模式录影出来的效果，然后跟我另外一款行车记录器录的画面做一下比对，然后总结一下可能的问题，还有看看到底需要买多大的 USB。各位如果觉得行车记录器没必要，我劝各位还是小心一点，几乎每天都有车祸，而且有些离我们可能不远。我最近才刚录到在我前面不远的车祸，还挺可怕的。我的特斯拉2年前也被撞过，我也做过视频说了一下维修的费用，所以多录一份画面就当做多一份保险。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如何使用 Model 3的行车记录器以及哨兵模式。它的记录并不是储存在车子本身，你必须要在前面2个 USB 之一插上一个支持每秒4MB 传输的 USB 闪存。如果你插了转接器，记得要使用可以传输资料的 USB 插槽。有些只有充电的功能，这边要注意一点，最好买好一点的 USB。我之前买了一些便宜货，刚插上去时它是工作的，也是有录制，然后过了一阵子之后，录制就会出现问题，要重新格式化才能使用。而且这个问题会一直重复，所以绝对不要贪便宜。还有不要使用外接式硬盘，因为车子的震动很快就会把它弄坏。用 SSD 可以，但是费用贵，而且 SSD 并不适用于资料频繁更新的情况。什么意思呢？这些储存设备都是有写入次数的寿命的，相对于普通的硬盘 ，SSD 的写入次数寿命更少一些。而且 SSD 的优点是速度快，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能够存下画面，速度只要达到要求的每秒4MB 就好了，再快也不会存出比较好的画面，所以并没有什么用。如果是用这种长的 USB， 我觉得会影响到这个收纳盒的容量，也可能会把 USB 搞坏，所以我使用这个短的 USB， 或是你可以用小的转接器，然后接上 Micro SD 卡，都是一样的。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买 High Endurance 的，那种是专门给经常更新资料的设备使用的。在插上 USB 前，我们先格式化为 FAT32 或者是 EXFAT， 然后新建一个资料夹叫 Tesla Cam， 这样接上特斯拉上的 USB 就可以启动行车记录器。哨兵模式接上 USB 后也会自动启动，但是我记得好像有一次软件更新后，第一次启动需要自己打开。哨兵模式可以在屏幕上的快捷键关闭。录音点击这个摄像头的标志可以存取，但是如果你要观看你录制的画面的话，你必须要先停车才有办法观看。所以最后 Tesla Cam 资料夹里面会有3个资料夹：最近剪辑的 Recent Clips、储存剪辑 Save Clips、哨兵剪辑 Century Clips。我们来看看这些画面。首先，我们来看看从 Tesla 平板看的效果。其实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不过我们把这些画面从 USB 拿到电脑上，我就随便挑一些前后左右的画面，它们并不是同一时段的，没有什么关联性，只是看看效果。你可以看到效果并不算特别好。还有一点，我这64GB 的 USB 从来没有拔过，所以它是可以反映特斯拉是怎么样分配容量储存的。我们来看看使用的容量。最近剪辑为 5.43GB， 储存剪辑为 8.95GB， 哨兵剪辑为 39.5GB， 加起来不到 64GB， 应该是因为要保留一些空间给新进的画面。我们来看看这些视频的时间，你可以看到它只存了7月31、6.14到 7.05， 不到1个小时的画面，非常短。所以你在遇到车祸时，你必须马上点这个摄像头，把最近几分钟的画面录制下来，不然1个小时左右就会被洗掉了。储存剪辑的画面倒是一直都在，你可以看到连2019的都有。哨兵剪辑则是留了7月5号到31号，不到1个月。我之后换成 128GB 的 USB。我们来看看它存满之后它的容量是怎么分配的。你可以看到最近剪辑为 1.93GB，储存剪辑为 7.63GB， 哨兵剪辑为 98.1GB， 容量都集中在储存剪辑和哨兵模式。最近的画面反而变小了，我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又尝试了一次。因为前一次那个 USB 插了很久，然后之后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错误讯息，所以这次我在它还没有存满之前就拔下来。我们来看看，最近剪辑为 5.15GB， 储存剪辑为 1.57GB，
哨兵剪辑为 9.55GB， 所以基本上，除非你自己经常手动储存画面，并不是特别有必要买容量大的 USB， 因为不管你容量多大，也只能保留差不多 5GB， 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的画面。存满之后需要手动清空，虽然它好像还是会储存最新的画面，但是经常会看到这个标志是打叉的状态，代表录制并不是正常工作的，然后占掉了空间，最后还会影响最近剪辑能存的容量，所以最好还是要常常把它清空。我们来看看我另一台车的行车记录器，你可以看到画面明显好很多，而且时间也长很多。最好的一点是它循环录制并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你不需要定期清空它。我们也来比对一下晚间的画面。我这是用了 microSD 卡存，不过当然没有办法像特斯拉录制左边、右边和后面的画面，也没有哨兵模式，因为这一款一断电它就关机了。但是特斯拉的摄像头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黄昏的时候录出来的画面简直不堪入目。我们这边来看看特斯拉黄昏时的画面，两方各有优缺点，但是我觉得特斯拉 Model 3的前置摄像头可以的话，真的要再升级一下。这画面除了倒车摄像头以外，它的摄像头录出来都是有一股90年代的画面感。如果你还是没有使用前置摄像头，不管是买一个独立的摄像头，或是使用特斯拉自带的，我强烈建议你赶快把这个功能启动。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请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非常感谢，谢谢收看。